嗨，各位，今天跟老妹一起出来逛商场，中午的话我们就在这吃一家日式和牛烧烤。然后2位来吧，来点个单。我来他们家吃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家的主食是免费畅吃无限量的，这对我来说非常的 OK。然后呢，我们团一个3人餐吧。他家179的套餐有4种肉，1个汤1个饭1个沙拉，还是挺划算的。再来一个纯血安格斯眼肉，至尊和牛5品胜。行，我们就暂时先点这些，因为他们家主食是免费的，所以要留着肚子多吃点主食。先来拿点免费的小菜。哇，他家竟然还有南瓜汤，必须搞一碗。哇，他们家竟然还能免费提供冰淇淋呢！妈呀，看这满满一桌。哇，这盘牛肉也忒大了吧！你们对比一下，超大一盘肉，这个牛肉光这么看着就感觉好好吃了。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，真的无敌巨喜欢喝这个南瓜粥、南瓜汤？哈哈，先来一个南瓜汤。真的好喜欢喝这个。作为碳水狂魔的我，忍不住先点了2碗主食。这是一个胡汤拉面，这是一个荞麦冷面，然后这是一个牛肉拌饭，来一个荞麦冷面，看我一口吞。哎呀，真的好吃，酸酸甜甜的。豚骨拉面。这个拌饭的牛肉酱好香啊！好肉啊，好肉啊！今天终于可以不用自己动手了。来尝一根牛肉，这个牛肉的口感特别的紧实，带点肥肉的地方又很润很嫩。来爆个生菜。包了生菜吃绝对好满足。像这种日式烤肉，因为它是用那种铁板炭火烤出来的，所以它会比那种普通油烤出来的烤肉要更加的不油不腻。再来喝个海带肥牛汤，感觉这汤特别解酒。里面的肥牛特别的嫩，中间还加了鸡蛋丝。这个汤我觉得可能我口味比较重吧，我觉得有一点点淡，但它很鲜。对，淡的是我的最爱雪花肥牛。妈呀，看着油滋滋的感觉。来一个雪花牛肉，这不愧是我最爱的一款牛肉，好嫩，真的。然后这是一个板栗肉，这个肉跟雪花的比起来，就是略微带点嚼劲。加一个特制酱油。哇哦，张万森下雪了，再来点黑胡椒。来尝一下店员小哥哥强烈推荐的吃法，蘸着他们家的招牌海盐黑胡椒吃，好吃的呀！海盐黑胡椒它能更大程度的去把这个牛肉的香给激发出来。然后来烤这一个大家伙。先蘸一点海盐来尝一个原味的，嫩，但是嫩中又带着一点点紧实的口感，好香。可能这个牛肉是属于那种越嚼越香。再来一个，这是哪个部位的肉来着？我也一下都忘了。这个它的口感比刚才那个要更加的嫩一点，但是没有雪花那么嫩。再来一个刚才被火炙烤过的，这个真的可以，非常的可以。它因为被火烤过，外面是焦焦的，然后里面还特别的润，里面的肥油已经被火全部烤出来了。再来吃个照烧鸡盖饭。你要吃吗？你不吃米饭？减肥啊，不吃米饭。我这一口好多鸡肉，好满足。我突发奇想，加点牛肉在这个照烧鸡里面。这碗米饭的量真的巴巴扎实。廖夫家的自助主食。哇，我现在吃热了，来一碗这个我觉得刚刚好。来吧，我再来一碗牛肉拌饭。哇，看着满满的牛肉粒。
好了，各位，那今天我们这一顿和牛烤肉就吃到这了。今天这一顿吃下来，他们家的话，我个人比较推荐那个五拼，还有那个雪花牛肉是真的很好吃。最让我喜欢的就是他们家的主食，虽然是自助的，但是不管是面还是饭都很好吃，那个牛肉酱真的一绝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了，大家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你怎么吃得完呢？你觉得我吃不完吗？来看一眼。你吃完我们俩。哈喽啊，各位，你们爱吃苍蝇馆子吗？我感觉我对苍蝇馆子是有执念的，所以我的美食清单中有很多又平价又好吃的苍蝇馆子。今天我就带你们去吃一家我经常去吃的苍蝇川菜馆 ，Let's go！ 这家店就是在这个小巷子里面，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小巷子里，看到了没？德兴川菜馆，招牌也特别的简陋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味道好就好了。咦，阿姨营业吗？营业啊？营业哦，要什么？菜单有吗？要把菜单进来。你在酒店？哦，多少钱？哦，我还没看出来。你没认出来是我是吧？对。哎呀，你今天还有，我说那店里咋这么黑呀？那是小蓝厨师。那个，说点几个菜，你那个笔给我一下。人都不拿笔都不拿本。这小妹妹是很出名的，好多人都知道。我啊？对，那里也有几个从小胡叔走过来，我们一说，我说有个小妹妹在这里做直播，我说我还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就知道你是，他说你是搞快手的，他都知道你。哦，小南是不是？我们还没说，我只说有这个。我自己都还不知道这么多人知道我。红油凤爪、口水鸡、豆沙肚条汤今天有吧？哦，我豆沙肚条你我吃完了，反正你吃过的耶。啊。你今天解冻解不了。哦，那老师微波不能解冻。那我酥肉汤吧。像你们下次来的话，我真的强烈推荐这个豆沙肚条汤，它就是用绿豆沙和猪肚做的一个汤，咸口的，巨好喝。就是今天叔叔说没有，然后我就点了个酥肉汤。好来。然后我今天点的这些菜都是他们家算是比较招牌、比较就是热门的那几个菜。其实不瞒你们说，这家店我是第2次来拍，因为上一次来拍的时候回去之后发现我的素材丢了，真的是我难受了好几分钟呢。但是想着大不了再来吃一次，再来拍一次，然后就心情又很明朗了。我的2道冷菜已经上了，这个是一个红油凤爪，然后这是一个口水鸡，这2道菜是基本上来他们家都要点的，尤其是这个。这是我点了一碗酥肉汤，这酥肉给的量真的好多啊！哇哦，我们先吃一个红油凤爪，这看上去是不是超有食欲的？不行，疯狂的在分泌唾液了。刚才来这些是每天都是汤货。现在你尝它天天都是。鸡爪的肉质特别的 Q 弹，而且你们别看它红红的，但它其实不会很辣，它更多的是属于那种辣椒的香，主要还是脱骨的，吃起来就很爽。然后来吃这个口水鸡，哇，这一份的量太足了，看。那个鸡肉很嫩，然后它虽然嫩，但是它的鸡肉还带着那种略微 Q 弹的那种口感。哇，这是我的火锅鱼，真的，他们家这一碗鱼的性价比太高了，50块钱，你们看有多大？每一个鱼肉都是给的那种超大块的，这真的不是我来拍，然后阿姨才给了这么多的肉，这么大块的肉。哇，这鱼肉好嫩，然后它的鱼肉是。煮之前是先在油里炸过的，所以更加的入味。好吃，这个鱼真的好吃。然后这是一碗小炒肉，这个小炒肉看上去就没有说是这3碗那么的辣。你们看一下这个肉片给的，肥而不腻，而且很入味了。这家店在我们这开了快20多年了，一家店能在这里开20多年，肯定是有实力的。你靠直播的？这猪肉汤就是比较清淡的那种，我个人还是推荐你们吃那个豆沙肚条汤，那个真的超优秀。请的多少钱？啊，我请的搞多少钱？我自己来吃的，又不是老板请过来的。哦，你自己直播的？对啊。那这个给你免费的吧？哎呀，花钱的。不要那么现实好吗，叔叔？你怎么吃得完呢？你觉得我吃不完吗？来看一眼。你吃完我们俩。你要吃完的话，那还了得，那你这个是大力士的。真的，这川菜汤太下饭了。
我得让叔给我拿一盆米饭了。我不要果粒橙。还是叔叔了解我，直接给我上了一个大碗的。这碗饭也能吃完？嗯。好吧。它这个火锅鱼下面还有豆花儿，哇！所以这一份的量你们可想而知。啊，真的，他们家吃多了还是觉得有点辣的。哇哦！我呢，你吃那么多上不上呢？你在他在做视频，做视频。饭饱都还没到。我真的惊呆，我真的惊呆了。我们两个人，我们也会很能吃，我就饱的不行了就来点。那天我还拍了照片给我说，你看你小姑娘，你这个吃的。最后用这个火锅鱼底下的豆花来拌饭，一绝。我今天这5个菜哦，而且量特别大的，总共消费180，真的就是好划算，性价比的天花板。好了，那今天我们这一顿就吃到这儿了。这家店真的就是味好、量大还实惠，真的就是苍蝇馆的天花板。这家店也是我目前在我们这儿最喜欢的一家川菜馆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顿就吃到这儿了，咱们下期见，拜。南方的孩子表示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煎饺，那要光盘行动？那肯定啊。吃完免单不？免不起。嗨，各位，我们好像好久没有吃东北菜了，我肚子里那个东北菜的蛔虫啊，开始跃跃欲试了。所以今天我们东北菜周期，我感觉我今天这一身穿的有点厚，又是毛衣，又是这种棉袄外套的。那个东北菜，要一位，好尴尬，阿姨都不理我的说。对啊，一位啊，我不是说了吗，阿姨？我要一个小鸡炖蘑菇，一个地三鲜，然后再一个肉末蒸蛋，来一个扒茄子，再看一下，然后饺子一份是几个呀，阿姨？吃不了，应该吃得了，吃得了啊，4个菜，我要一个西葫芦的水饺，然后再一个茴香肉的烤饺，就这些吧。完事了吗？应该完事儿了，不够一会儿再加吧。谢谢。我在担心我这些够不够吃呢？不够吃一会儿再加吧。给你们看一眼这满当当的一桌，这是我点了一个小鸡炖蘑菇。讲真的，我是吃了那么多次东北菜，还是第一次点这个小鸡炖蘑菇。这是一碗地三鲜，然后这是一个乡村扒茄子。今天这2碗菜有点重了，但是没有关系。然后这是一个肉末蒸蛋，这哪是肉末蒸蛋啊？天哪，这完全是那种打卤蒸蛋。然后这是我点的一个西葫芦鸡蛋的一个饺子。我给你们看一眼这个烤饺上过来的时候，我整个人惊呆了。南方的孩子表示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煎饺，那要光盘行动？那肯定啊。吃完免单不？免不起。开玩笑的，开玩笑，那真的没有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先把我的头发给扎起来，我先浅浅的吃一个饺子。这个饺子皮，你真的完全吃得出来，就是那种纯手工擀出来的。而且它里面的馅给的非常多，就是属于那种皮薄馅多的那种大饺子。我觉得他们家饺子真的很棒，就是你从这个饺子就可以感觉出一家东北菜它的正宗。我们现在来吃这一个煎饺，这个煎饺真的是有点惊讶到我了，主要是我现在这个饺子我要怎么吃它？把它的脆皮先去了。然后这是一个茴香肉馅的，我还是第一次吃茴香馅的。这个煎饺很好吃，但是就是吃起来会有一点点麻烦。你还有蒜吗？给我拿点蒜吧。一整颗的有吗？不用了。对，这样吃饺子才有灵魂。
我这个脆皮真的太优秀了。然后我刚才还加点了一个酱大骨，看到肉就走不动道。哇，这个肉的量杠杠的呀。这个还欠一点火候。我们现在来尝一个小鸡炖蘑菇，这个鸡肉很嫩，而且非常的入味。来尝一个粉条的。这个粉条子很正宗耶，这粉条子跟我之前去沈阳吃到的就是那种粉条子非常像。要米饭吗？要，不要大碗的。大碗的吗？大碗的，对。我就喜欢这种主动来问你要不要米饭的服务员。然后来吃一个香椿扒茄子，这个香椿扒茄子其实就是红烧的那种茄子，上面给你加了肉末，给你加了蒜蓉这种，就是红烧茄子。来尝一个，说是肉末蒸蛋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打卤蒸蛋。我给你们看一眼。哇，它这个蛋好嫩啊，但是它嫩的不是说是那种毫无口感。我今天把勺子给带出来了。我发现这碗饭给的是真扎实，虽然说是小小这么一碗，但是它底下给我压了又压，压了又压。来，姐帮我加个米饭。我吃的，我都已经吃热了，吃了一头汗。啊，够了，谢谢。捞捞粉条子，哎呀，哎呀。我把这个第三鲜来拌个饭。哦，我差一点把这一碗鸡蛋羹给忘了。讲真的，我觉得今天最合我心意的一个就是饺子，一个就是这个鸡蛋羹。把这半碗鸡蛋羹直接来拌饭。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特别喜欢这种鸡蛋羹拌饭的？有的在评论区扣个1。搞定，光盘了吧？一个烤饺，4个菜，然后一个猪大骨，2个饺子，2碗饭。 2个饺子，一个烤饺，一个西葫芦嘛。那你是谁做的？你我是肉做的，哦，我是水做的。真难以置信，你妈在你怀孕的时候吃了啥？来给你们看一眼，今天又是光盘行动的一天。哦，今天干饭是有多用力啊！我脸都已经干红了，好热啊！像他们家的话，我比较推荐你们来吃他们家饺子，因为他们家饺子真的是挺不错的，尤其是那个煎饺。感兴趣的可以来尝试一下。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吃完了。哇，太厉害了！哎呦，这面真的是，你怎么就不见长胖了呢？我长了，哈哈，这是我今天的战绩。Hello 啊，各位，饺子大家都吃过，那三角饺大家吃过吗？反正我是没有。今天我们就去闹一口这个三角饺。老板，三角饺还有吗？现在我老婆是打干菜饺了，其他饺没有。干菜饺要等多久啊？我其他我要一个笋干，一个芋奶，一个萝卜丝，然后再一个鲜肉的汤包，再一个肉末的豆腐拌面，在这吃。多少钱？我一个。 一个吃得了这么多？吃得了，一会儿可能还得加呢。看一下他家菜单，价格还是便宜的。来吧，我们先趁着吃这个饺子。它一笼饺子是6个，而且每一个饺子个头还是挺大的。这个是笋干肉的，里面是笋干、豆干，还有一点点肉末。它这个饺子皮是属于那种，我接了，里面的笋干脆脆的，真的很好吃了。
我感觉我现在就像是在开盲盒一样，完全不知道哪个饺子是啥馅。这是芋泥呢，咱就是说也是生平第一次吃到芋泥馅的饺子。老板说这个芋泥馅要蘸这个腐乳汁才好吃。之前有内人告诉我，腐乳汁蘸饺子能这么好吃啊！芋泥馅很多，它这个里面的芋泥馅口感非常的细腻，就不会那种特别干的那种，配上这个腐乳汁真的很绝。它指一算，这个应该是一个豆腐包，豆腐馅的。搞错了，其实是萝卜丝的。嘿，超多汁水。我打算拿这个腐乳汁再来蘸一蘸。再来一个鲜肉汤包。汤包的皮吃起来就没有饺子的皮那么的暄软，它吃起来还是有一点点嚼劲的。好，谢谢。记不起来。我就说我吃得完嘛。啊？刷到过吗？应该是的。看我面熟是吧？你真的有面板点去吗？嗯，对。对，我当时还想他们家人送的能力有那么好。哎，是你面改善。再来个豆腐拌面。哇，你这个面好香啊！是加了猪油吗？我偷偷问一下，没有加猪油，但吃的好香啊！再来一个干菜肉饺。哇，而且它这个里面还是有汤汁的呀，朋友们看到没有？哇，干菜真的绝了！我来蘸一个腐乳汁试试看。干菜的我个人建议还是不要蘸任何东西吃。看到没有里面的馅？哇！妈呀，干菜的太好吃了！老板，你再给我来一笼芋泥的，然后来一笼干菜的。老板，现在馄饨有吗？小馄饨，再拿一个小碗的小馄饨吧。因为我刚才第一轮没有点豆腐的饺子，所以我刚才又加了一个豆腐。因为它这个芋泥本身里面就是有点偏咸口的，然后再蘸上这个腐乳汁，我感觉绍兴人对腐乳真的是无法抗拒。来一个豆腐饺，看到没有？我以为它这个豆腐包里面是纯豆腐的，但其实它里面是有加肉的。第二笼干菜饺，哇，这里面的馅真的很多耶！最后再把这碗馄饨给喝了。哈哈，这是我今天的战绩：8笼饺子、1碗馄饨、1碗面。他们家的饺子真的有点出乎意料，而且这么多馅，我觉得没有一个是踩雷的，都很好吃。不过我觉得他们家饺子跟汤包，我个人是更加推荐饺子的。那各位呢，今天我们这一顿就吃到这了。大家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吃完了。哎呦，也真的是，你怎么这么变长胖的呢？我长了，我现在已经90多了，我以前80多。那真的你好瘦，你说你这么像我这指甲这个好，我这个200多的多了。嗨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去吃之前我没有打卡成功的那家麻辣烫，我后来在评论下面才知道那家麻辣烫它是下午3点钟才开门的，然后现在是下午的4点左右，希望这次我们可以去打卡成功。哦，开了，总算开了。哎，我看到这里有卖馕的，你们看到没？有卖馕的，我们先去买个馕。那是用这个盛菜吗？哇，好大一个盆啊！给你们看一眼哦，他们家的菜真的好多啊，这个种类。哇！
花菜肯定得要啦。天哪，我这个选择恐惧症都要犯了。看我拿了这一大把，然后再拿猪肺，我真的巨喜欢吃这个猪肺。哇，他们家竟然还有羊肉串，这我是万万没想到的。然后再拿一点，这个是猪小肠吗？非常哦，粉肠。这个嫩牛肉多少一份啊？这个也拿一个吧。我放这儿了。然后吃麻辣烫必点的油条一定要。对，他们好像没有夹子，我直接用手拿了。没事，我不嫌我自己脏，嘿嘿。拿一把哦，拿一把莴笋叶啊！我找到这个夹子了，然后我们再夹一点主食，夹一点这个粉，我也不知道这叫啥粉，然后再来一点这个宽粉，然后我们再来一点这个豆花，再拿一个这个叫什么肉卷。老板有方便面吗？方便面有吗？有。好了，就这些吧。在这吃。哇，姐妹们，真的是特别大的一盆这个麻辣烫，而且看上去好有食欲啊！又给你们看这个馍跟这个盘子的对比，这一盆的量真的非常非常的扎实，一下全部都是料，哇，太扎实了这一盆。我很庆幸我今天来的有点早，因为店里都没有什么人，然后就可以比较安静的拍视频。好，来给你们看一眼，这是老板给我调的一个蘸料。来他们家吃麻辣烫，基本上老板都会给你调一份这个蘸料，然后加一点这个麻辣烫的汤。你们有没有发现我话筒有点奇怪？这里有根红线线，因为我发现我的话筒没电了，正好他们店里有这个插电线，就可以一边冲一边那个啥。先尝一个它的调料，哇，纯吃的话有点咸，但味道是非常好的。我们先来吃一个没有蘸料的，就是麻辣烫本身的一个原味。啊，这个麻辣烫真的很可以啊，宝子们。它那个，我个人会觉得说这个比那个科福要更加的好吃，包括网上很多网友都会觉得说他们家比科福更好吃。科福它的汤底是带一点点那种草药味的，其实有些人会接受不了，它的汤底基本上没有草药味，而且带着一点点咸，好吃。来尝一个他们家必点的嫩牛肉。很嫩，但是嫩当中又带着一点点那种 Q 弹的感觉，再配一个它的蘸料。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说，原味会比这个蘸了蘸料的更好吃，因为蘸了蘸料之后它会有点咸。如果说你口比较重的话，你应该会喜欢蘸料。来尝一个他们家的烤脑花，很嫩，而且这个脑花处理的很干净，没有一点点那种骚味。来一口这个粉条子，妈呀，这个粉条子真的好好吃！哇，这一口，来一个鸡翅，看到没有？直接轻松脱骨。来一个小酥肉，我本来以为这个是糖醋排骨，后来才知道是小酥肉。哇，这满满的一大块。来吃一个，这个就是我刚才拿的那个什么肉卷吧。不难吃，但是我觉得不惊艳。来一个粉肠，啊，这个粉肠可以。哇哦，这家麻辣烫附近是一个小学，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小学生全都已经放学了，突然好怀念小时候的这种，来。真的是时光一去不复回。我差点忘了我买的这个馍了，我掰一点下来给它泡在这个麻辣烫里面。子上没有啊，这里只有3。这个馍干嚼就非常非常的香。来尝一尝这个馕。真的姐妹们，你们来吃这家麻辣烫，去隔壁买一个馕，然后泡在里面，真的绝子。
来尝一个丝瓜，我还是头一次在麻辣烫里面吃到可以加丝瓜的。这个丝瓜有点苦。哇哦！我觉得我来之前不该吃那2大碗米饭的，我应该饿着肚子过来的，因为我感觉我现在有点饱了。各位，我还剩这么一点点没吃完，我打算把这些底带回家，然后我回家之后再加一碟方便面，就很好吃啊，就又是一碗麻辣烫了。老板，帮我打包一下。这个馍也是真的好好吃。今日份麻辣烫消费188，虽然说这麻辣烫吃了近200块钱，但是我觉得是真值得，因为它的量非常多，这一盆我估计够2、3个人的量了。好了，各位，那今天我们这一顿就吃到这了。这家麻辣烫店我今天总算是打卡了，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来。大家如果想吃的话，要早一点来，因为晚一点的话人就会很多很多。OK， 今天我们就到这喽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